线又名手颈线，位于手掌与手腕相接触。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，不过3条线全都清晰，并且无杂纹的很少见。平时大家看手相时，多数只看事业线、生命线和感情线，很少留意手腕线。其实小酱汁认为手腕线很重要，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生的许多秘密。今天小酱汁就带酱友们从手腕线的数量、纹路、志向看命运，快看看你的命运如何，有没有富贵人生吧。1. 手腕线的数量。1. 手腕线有1条。手腕上有1条线，说明此人身体健康，为人乐观向上，不拘小节，为人处事大方，得朋友关照。这样的人生活讲究，绝不讲究。与他们相处一定不会亏待自己的胃。如果中间断成2条线，可能压力过大，生活习惯也要加以改善。如果断处不止1处，则说明童年生活不如意，不要气馁，长大后的他们一定能够出人头地。2. 手腕线有2条。手腕上有2条线，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，不用付出太多便会赚取很多的钱财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这种人天生便有富贵命，他们一生比较顺遂，对财富的积累高于他人，对金钱有精准的敏感度，在理财方面有惊人的天赋，善于理财，能存住钱。若出现断线，则要小心有经济方面的纠纷了。3. 手腕线有3条。手腕上有3条线的人，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专业事业强，喜欢钻研，对一件事情的专注度比较高。有3条手腕线的人得福星关照，他们的专业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名声，还有钱财。若中间有断线，则说明地位因某事受到威胁，切记做人一定要真诚，不可弄虚作假。4. 手腕线有4条。手腕上有4条线的人，天生的福气相，不但早年的运势发展不错，后天自己也是比较肯努力上进之人，在事业上的成就比较高，个个都是富贵命，赚取的钱财利益比较多，日后自己的生活也会越老越富有，好生活能够拥有一番伟大的成就，属于大器晚成的类型。40岁之后开始转运。2. 手腕线的纹路。1. 十字纹。手腕线第1线中间如出现十字纹，表明此人年轻时生活艰辛，需要自食其力，必须经历灾厄之后才能变得成熟起来，并且可能通过不断的努力，事业上有所成就，财富和健康都能有很大的收获。2. 星纹。手腕线上出现星纹，并且第1、2纹路清楚明朗，表示财运上佳，此人必获奇财，或者是可以得意外之财。3. 三角纹。手腕线中心发现三角纹，表明此人具有天赋吉运，具有偏财运，可能继承遗产，或者是获利显要之职。4. 正尖角形纹路。手腕线上有其他线所围成的正尖角形，但非三角形，表示此人将因头脑聪明或者特殊天才，或是幸运而获得巨大财富。5. 倒纹。手腕线上3线都出现倒纹时，表明此人贪好色欲，并且执迷不悟，身体衰弱，男易得脏肾病，女生产有危险，或者是患有心脏病和肺病。手腕线上第1线上出现倒纹，而2、3线优美深细，表示年轻时色欲极重，以致身体受害不浅，不过中年之后运气开始顺利。6. 链状纹。手腕线呈链条状的人，平时思虑甚多，个性操劳，凡事必亲力亲为，很少假手于他人，其人做事大都需要付出辛苦努力后才能获得成功。手腕线第1线呈链状，而其他2线优良，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，甚为劳碌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。7. 手腕线上出现许多直纹，表示此人必定能获得名誉和地位，一生享得显耀的名声。若其上直纹不直而呈现邪乱者，则表示此人虽能在名誉地位上获得成就，不过很少可能是因为不正当途径而获得的。8. 手腕线紊乱。
手腕线紊乱的人体力欠佳，容易患有精神衰弱、长期失眠，女性则容易遇到生育困难之事。9. 手腕线在手腕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，女人容易有月事方面的问题，受孕较为困难，即使怀孕也容易小产。男子在手腕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，容易有败肾问题、精气神差，关节及脊椎骨以及膝盖容易有无力、寒冷的情况，需要注意休养生息，容易有关节炎方面的问题。10. 手腕线弯入手掌，需要与健康线一同评估。动脉线主要影响生殖，有此纹路者，女性则预防流产，男者亦有不孕症。11. 手腕线位于手掌下，女子有此纹路者亦有妇女病，生产时需要注意血崩的发生，小孩易流产或是夭折，男子则有精虫稀少、难受孕的困扰。12. 手腕线断断续续，女子卵巢易有病变，需要调理，怀孕易流产，男子较为气虚，寒性食物少吃为妙。若动脉线较为不清，则有久咳难愈的情况。13. 手腕线上出现弧形，手腕线上出现弧形，其人身体状况不佳，有可能隐藏有慢性疾病，女性则应该注意生殖系统方面的病变。14. 手腕线被过长的生命线切断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一生多灾多难，身体健康状况糟糕，常年积劳成疾，男性更容易因贪恋酒色而染病。15. 手腕线清晰深刻，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手腕线长得清晰深刻，中间也没有明显的中断，则这样的人必定能够获得名誉地位，一生享得显耀的名声。尤其是手腕线上拥有不少的直纹，个个都是富贵命，福气运势深厚。而在靠近小指侧的手腕线为链形，表示年轻时劳碌，需要付出不少的努力才会拥有收获，链形愈短，好生活来得愈早。3. 手腕的痣象，手腕上有痣，要看这个痣是死痣还是活痣，倘若颜色鲜艳如漆，则是活痣，暗淡则代表死痣，活痣代表心灵手巧，死痣代表劳累。总的来说，左富右贵，左腕痣立事业，右腕痣立子女。同时，手腕处行痣也代表人会比较操劳，甚至要承担家计。手腕内侧有痣，万事迎刃而解；手腕外侧有痣，努力实践，个性认真，负责信守承诺。婚后会遵从婚姻的誓言，照顾另一半以及整个家庭。1. 手腕外侧长痣，代表了你转数不够快，或者是工作上手脚慢，但这不是事实，只是总给人这种感觉。但当你的外表稍微成熟了一段时间后，才华会慢慢展现在同事眼前。更多情况是处变不惊的态度，以往人家以为你是迟钝，心思细密，一步步将问题有条理的解决。只要有此机会让你发挥，则以后的时间将会是平步青云之时。但若是遏制的话，则别人永远认定你是无能之人，而你真的是在工作中表现得懒散，难以集中精力，而且缺乏信心，唯有做自由职业者会比较好。2. 手腕内侧长痣，较白部分，如果是颗吉痣，说明其人情商较高，即使面对无理取闹之人，也能够轻松面对，最终令他们满意。相反，若是恶痣的话，那就代表了你目中无人，面对别人的要求，只要不合己意即火爆相向，因此很难与别人合作，人缘也较差。2. 手腕背部长痣的男人讲义气，如果男人手腕背部有痣，从相学角度分析，代表这个人生性豪迈，疏财仗义，豪气干云，朋友有事相求，他必定义不容辞地帮助对方。不过这类义薄云天的男人却未必是一个好丈夫，因为他要照顾身边的所有人，自然会忽略了妻子，所以女人们还是要小心考虑能否接受与这类男人做人事为妙。总的来说，手腕线的好坏与父母的遗传特别有关，你的机运、财富与健康，甚至未来的生育能力，都能从手腕线的形态上反映出现。每个人的手腕线不同，面临的考验与曲折不同，人生的际遇也是千差万别。
有的人安享富贵，有的人却贫苦一生；有的人能够一夜暴富，有的人却只适合劳而有获。手腕线代表什么含义？你手掌有几条手腕线？每个人手掌中的纹路都不一样，一般有生命线、智慧线、感情线3条主线形成，但也有其他纹路组成，比如手腕线。每个人的手腕线长得都不一样，而且手腕线的形状、长短都会对自己的运势有非常大的影响。那么常有几条手腕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？一条健康线，一条线代表的是健康，要是一条长的比较清晰，而且粗细分明，没有分叉，那么这样的人心态一定会非常的好，而且身体健康。要是手腕线长的开始分叉了，那么就要注意自己最近的状态，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导致自己的精神压力会比较大。另外晚上也不能熬夜，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有机会多出去运动运动，保持健康。2.2条财运线，2条代表的是富贵，要是长了2条较长的手腕线，这样的人属于那种富贵命，一生中福气会非常的足，在平时发财的机会非常的多，就算是没有发财，那也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经济能力很强。但要是第2条线不是特别清晰的话，运气就不会太好了，财运不仅不会较好，而且一生也比较平淡，没有什么发财的机会。3.3条贵人线，3条线代表的是运势。要是一个人拥有清晰分明的3条线的话，一般这样的人命中显贵，有较好的福气，参加工作之后会有贵人相助，所以自己的仕途也是会非常的顺利，随之而来的财运也会非常的好，在金钱方面没有什么发愁的地方。但是第3条线不是特别清晰的话，那么贵人运就不是太好了，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，必定也会有不小的收获。4.4条子孙线，4条线代表的是子嗣。要是一个人清晰地拥有4条手腕线的话，代表着这个人家庭会十分美满、和谐幸福，有子孙满堂的说法，而且自己的寿命也会很长，5世同堂都不是问题，自己老了之后会受到子孙的爱戴，有较好的福气，一辈子不会有太大的麻烦，与别人也是和睦相处，一辈子和和美美，注定能过上美好的生活。2. 今年遇事你会倒霉的征兆。1. 印堂发黑，眉间居中的位置在面相学上称为印堂，也就是人命宫，对人的运势起着重要作用。一般健康的印堂应该是肉黄色的，如果运气好的时候会有明黄色或是泛着红光，而如果人要有灾难或者倒霉，印堂的颜色就会变暗、变青，甚至变黑，颜色越黑，灾难就越严重。2. 情绪焦躁，一般情况下，一个人在倒霉前自己也有一些预感，不过他们不明白这种预感预示着什么，但心态总是很忧伤，对周围的事物都很没有耐心，情绪处于焦躁状态，不时地与人发生冲突。因此，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，我们应该及时调整心态，防止灾难发生。3. 莫名的发慌，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心里总是觉得最近会倒霉，或者是害怕老天对他的惩罚，那么他这段时间一定会倒霉的。所谓的境由心生，如果我们心里想的是正能量好的方面，那么生活或者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如果我们心里装的是负能量，想的是坏的方面，那么生活或者事情就会向倒霉的方向发展。4. 破碎，这通常是不吉的预兆，其中以随身携带的吉祥物和餐具最应验。时间上则是在早上时打破东西尤为灵验，比如在吃早餐时不小心打破了碗，那在这天里行事都要谨慎为宜。据《溺水女人》，世纪贼王张子强之妻罗艳芳自述一书讲述，
刚到深圳不久，张子强随身携带多年的一只玉坠摔碎了。玉坠是他的吉祥物，张子强便有一种大祸临头之感，结果没几天就真的落入了法网。5. 折断，这同样是不吉的预兆，比如梳头时梳子不小心掉地上折断，这是一种有人事烦恼的预兆。又如弹奏乐器时琴弦断掉，如果这时心有所思，则表示所想的事情会不顺利，其中感情之事尤为灵验，有感情受挫的预兆。6. 遗漏，这是不吉的预兆，比如外出办事，去到半路才发现忘记携带相关的物品，将预示着这项事情办得不会顺利，得大费周章。7. 争吵，这也是不吉的预兆，尤其在早上的表现最为明显，将不利财运。比如生意人在早上与人发生争吵，不管是与家里人还是外人，都将预示着这天的生意奇差。正所谓和气生财，一旦争吵就表示和气被破坏掉，财神自然就不会光顾了。8. 食物，一般人的心里都这样认为，在路上拾到别人遗失的物品，这是一种交好运的兆头，其实不尽然。笔者见过一例，有一小孩在放学路上捡到一把新雨伞，带回家里，结果家里不久就出了灾祸。原来这把雨伞是别人在办白事时扔掉的，拾了回来等于将晦气带回了家里。所以有时在路上看到别人遗失的物品，那真的要考虑一下该不该拾。9. 自来猪，也就是有猪自动上门或跟随到家。俗话说，狗来富，猪来穷。有狗送上门来，这是好的预兆，表示家庭会走向兴旺，事业财运会越来越好。如果是猪呢，那就要谨慎了。笔者就见过这样的例子，有人在马路边捡到一头猪，便赶回家里喂养，结果家里不久便招惹了事情，反而破了大财。10. 灯斗，这里主要讲的是结婚时用的灯斗，这时的灯代表的可是人丁，所以要格外小心照料，不能让风吹灭了，或者没有导致灯燃尽了。灯灭了虽说可以再点燃，但将预示着往后夫妻在生育上有不顺的信息。11. 不爱干净，不爱干净指的是自己的个人卫生不讲究，邋里邋遢，包括自己居住的环境不打扫，衣服脏了不洗等，这样心情也是不可能好的。整体脏兮兮的，就如同乞丐一般，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极度自卑、自暴自弃、颓废度日，这时候霉运最容易来临。12. 开始混日子，现实生活中喜欢宅在家里的人非常多，特别是一些女生，不爱运动，不保持身材，下班就知道回家躺在床上看电视剧，社交少，朋友少。俗话而言，这叫做混日子。13. 傲慢，傲慢就是不听别人的劝告。如果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只顾自己的想法，而不听别人的建议，那么肯定会倒霉的。毕竟旁观者清，众人都能看到的问题是真的有问题。14. 缺乏激情，对生活缺乏激情，不积极对待，每天过得浑浑噩噩，也让自己陷入一种恶循环。这样的人的气场很差，霉运怎么可能不来呢？如果你想改善运气的话，最好是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。只要你能够乐观地面对每一天，你会发现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在等着你。15. 做事总出错，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认真负责，不能三心二意，心不在焉，这样往往会容易出错。错误是小问题，可以及时的更正，但是有些错误就无法弥补。此外，如果养成这种恶习，对自己以后的人生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，吃完就不会有好运降临到你身上。16. 做亏心事后，所谓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我们不要做亏心事，一旦做了亏心事之后，心里总是会想着那件事情，
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非常不好，其他的事情自然就做不好了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脚？总有一天也会自己的尝到恶果。17. 恶语伤人。俗话说，祸从口出，良言一句三春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这些都说明了语言对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好的语言让人如沐春风，可以带来和谐的人际关系，顺畅的人生。恶的语言则像是一把把利刃，不仅容易伤害身边的人，还可能得罪小人，招来祸患。比如有些人出于故意或者无意，嘴上不留情，总爱在人前揭别人的短，戳人痛处，使对方处于尴尬的处境中，从而伤了对方的自尊心，被对方记恨，那么很可能某一天就会遭到对方的报复。这就是祸从口出。18. 有鸟屎落在了身上。鸟屎算是脏东西，人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头部，若是任何晦气或者脏的东西落在头上，都是一种极为不吉利的事。在不少地方有一种忌讳，来月经的女子抚摸男子的额头会带来不好的事情等等。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，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，比如说从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，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，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。再比如他们还可能拥有富贵手相，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。那么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指甲圆又红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，整个人气血充足，精力非常的旺盛，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儿。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而且善于打理钱财，善于经营，又不会胡乱花钱，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，一生财运亨通。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，全家都能够受益，大吉大利。2. 手掌厚实有肉且柔软。手掌很薄或者是手掌无肉，都是骨头，这样的手相一般是没钱无福无财的手相。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只怕是个劳碌命的人呐。如果一个女人手相厚实有肉，十分的柔软，这样手相特征的人便是一个十分富贵有钱命运很好的女人。她们收入很高，财运很好，从来不缺钱花，家境很好，通常来说是出生于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。另外，这样手相的女人在事业上的能力很强，也会成为一个事业有成婚姻幸福的女人呢。3. 左右双断掌。一般来说，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，因为大多数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。如果女人的双手皆是断掌纹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，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儿。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这类女人性格坚毅，做事坚持，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的强，不但不会克夫，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，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和财运，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，能够招财进宝，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，富得流油。4. 食指短。天生食指比较短的人，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，尤其是对待工作，简直是一丝不苟。他们为人很实在，没有心机，深受大家信任。如果手指关节是凸出来的，那么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很独特，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，让人感到很新奇，而且能够把它们变成现实。手上有这种特征想法的人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，能够富贵一生。5. 手中的线形成元宝形状。手中有很多线，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1线辅线。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，即向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，元宝形状越大，财富就会越多。有的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的形状，这样的女人也会很富有。总之，这些元宝状的线代表着生活富贵。6. 手上有财库纹。
说到手中的财库纹，自然是会与财运有很大的关系。手中的线相互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人，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这种形状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，他们在财运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，容易大富大贵。除此之外，女人手上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女人手上有理财纹，具有理财观念和能力，通常是会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是出纳，很会理财，无论是给别人还是给自己。7. 天纹清晰细绣。天纹是手掌中最上方的纹路，也就是西洋相学中的感情线。如果一个女人手相中的天纹到达食指下方，而且纹路清晰细绣，说明命主面对感情十分的真挚，个人的修养以及情操都很高尚。倘若能与门当户对的人结为夫妻，在今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，能把家庭和事业打理得很好。8. 掌心凹陷。我们的手掌心是手相中比较重要的，因为上面有很多的纹路。想要知道自己的手相有没有富贵的信息，可以将自己的手掌伸直。如果手掌的掌心部位出现了一个凹陷的坑，有明显的凹陷，这样的手相特征是典型的富贵手相，在生活中也十分的罕见。根据相术学的说法，手掌心有凹槽的手相称为聚宝盆。一般来说，这样手相的女人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，在生活中的财富会有很多，似乎所有的钱财、金钱、财富都会自动的往她们身上靠拢，她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金钱与回报，所以这样手相的女人非富即贵哦。9. 手指比较细长。手指的长短也是有说法的，短有短的说法，长有长的说法，而细长的手指在手相中是最好的。手指细长在好的富贵女人手相中分为2种，反正就是看起来协调一些就对了。哪怕是手指粗一些，但是自己整体看起来是和谐的，也是显得细长的，也算是作数的。其实每个人和自己相处久了，自己最了解自己，因此自己看也会更加准确。10.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些缝隙。我们的手指是手相算命中的一部分，是能看出运势的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相中，食指与中指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缝隙，这种手相特征的女人也是一个富贵命的女人呢。虽然她们有些放纵不羁，有些喜好自由，有些反感被约束的生活，但她们的大脑非常的灵活，心思细腻，思维缜密，是一个做事勤快、有头脑且非常努力的人。所以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必定可以成为一个富贵之人呢。11. 食指上有3约纹。一般情况下，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，就叫做3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，往往财运很好，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往往都是得益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。例如，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。12. 手上有2条玉柱纹。手上有2条玉柱纹，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，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，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，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的有钱，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，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。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，要保持淡定的心态，不可欣喜若狂，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。13. 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。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的手相，人们碰到的并不会太多，而且我们从掌纹上来看，事业线和生命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2条大线。如果这2条大线呈现一个相交的状态，那么这样的人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，事业上做得顺风顺水，而且还能得到财神的照顾，从而坐拥无数财富，让自己走上人生富贵的巅峰。14. 无名指根部丰满。无名指根部丰满的人是那种头脑非常灵活的人，而且也是比较敢打敢拼的。他们这种人非常的适合去做生意，他们的生意头脑是非常灵活的，所以说也能够赚取一大笔的财富。再加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是比较强，所以说能够达到第一个去赚钱的人能够大赚一笔。15. 水星丘饱满命富贵。水星丘的位置处于小拇指的下方，手掌伸直之后有略微的隆起，此处便是水星丘。
一般水星丘比较饱满的女人有财气、有福气，且从性格角度来说，她们不但很精明，而且能说会道，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很精明能干的女人。所以这样的女人做事情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，不是能够嫁入豪门，就是自己赚大钱，做老板，成为女强人。这些首相的女人都是属于有着非常好运气的人，她们都是属于那种有着亿万富翁的首相，通常都是能够占到非常多的钱财。这种人的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整个人的眼光也是比较好的，所以说能够进行投资理财，让自己的钱财越滚越多。一、木星首相，土星丘发达、饱满、隆起，天生有横财命，容易中彩票。一般手型又长又瘦，比如说的纤纤玉手，都是木星的手相。一般来说，木星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，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、发达，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，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。那么，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，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，天生有横财命。二、水星首相，火星丘多肉、饱满、凸起，也是容易的横财的命。什么样的手属于水星呢？简单来说，手指偏短，整个手型偏圆，手背圆带后，手掌多肉，都是水星手的特点。这种手相，只要火星丘发达，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、要大，偏财多，横财多。而火星丘有2个位置，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，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。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，可看图中。因此，水星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，更容易中彩票，因为同时有2个火星丘。三、火星首相，金星丘异常多肉、肥厚、凸起，甚至突出一块肉，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。这个位置如果厚，对于火星首相的朋友来说，更容易得横财，有横财命，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、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。一般手掌偏瘦，手指尖长，看起来干枯，指节突出，或是指尖不规则等，都是火星首相的标志。只要金星丘发达，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。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。四、金星首相，木星丘长得结实、多肉、隆起，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，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。其实金星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，一般手型偏方，肉偏结实，不论是背还是手心，按下去都是硬硬的，一般就是金星的手相。而且金星的手相，手指顶端都比较平，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。五、土星首相，水星丘发达、饱满、凸起，也是有横财的命。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，土星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。其实土星手相就是木星与金星的手重叠在一起，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，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，就是土星的手。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土星的手相。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。六、掌丘饱满红润，在手相学中，往往大家伸开手掌会看见手掌接近手指的区域会突出几个肉包，这个肉包便称为掌丘。掌丘就像几个在手掌上的小山丘一样，因此得名。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掌丘位置十分饱满，并且颜色略带红润，那这便是容易中大奖的长相了。因为在手掌上每个掌丘各有自己不同的含义，而如果每个掌丘均饱满红润，则代表此人的整体运势很强，因此中彩票的运气也强于他人，会因为感性因素购买彩票而赢得中奖的好机会。
因此，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们要在购买彩票的时候随心所欲一些，反之会增强自己的中奖财运。7. 多条财运线。在手相学中，有一条手纹象征着一个人的财运强弱情况，这条手纹叫做财运线，其位置位于无名指下方出现的数条手纹。如果一个人在无名指下方出现了多条这种竖形手纹，则象征此人的财运情况处于要依靠多方面并驾齐驱发展的状态，因此依靠大奖从而提升财运的情况也包含在其中。对于有多条财运线的朋友，在购买彩票时往往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购买，才会取得大奖。因此既要分析彩票的一些情况，同时在购买时还要加上自己的感性色彩，便会中奖的机会高出很多，也是容易因为中奖而财运丰厚的朋友。8. 手掌上出现不动产线。不动产线是指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，拥有这样手相的人获得不动产的概率很高，而且手掌底下越出现不动产线，获得不动产的机会就越快。来源可以由父母赠送，也可以是自己赚钱得来。手掌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时，表示那个人的不动产运很好，通过做不动产可以赚大钱。9. 手掌上出现直关线。如果手掌上出现了直关的线条，说明那个人天生就比普通人敏锐，有强烈的预感，通常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闪现，赚大钱。例如每次买彩票、赌博都必中大奖，从而获得一大笔钱。但是这样的人一旦赚了大钱，就依赖于此，不能及时收手，也很可能失去钱。11. 断掌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断掌是不太容易见到的，可以说10000个人里面有1个断掌就已经算可以了。对于有这样手相特点的人，很容易就出现了横财，因为断掌特点的人大多数都会有比较机敏的特点，所以更加容易在一些事情上找到了能够为自己增添了财富的东西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往往会比一般人更加富有的原因。因此如果是手掌出现了断掌的人，就不要慌张，因为肯定会有横财的运势在自己的身上。12. 倒纹。发横财的人手掌有倒纹，他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十分平淡，没有什么大事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，可是他们的手相决定了他们这一生一定会发上一笔横财，也许是闲来无事买来的一张彩票中奖了，又或者是偶尔的一点小投资突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，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。发财不仅仅需要努力，而且还需要好的德性和修养，这就是所谓的中财靠德。13. 手中有手颈线的人。如果是手中有手颈线的人，这样的人财运也会很好的，容易得到横财运的，甚至会有一夜暴富的好机会，真的让人羡慕的。其实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做事方面相当的认真努力的，不容易被他人影响到的，会认真的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会认真考虑的，当好机会出现的时候也能好好把握的，真的能让自己富贵的，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14. 智慧线分叉的人。智慧线分叉的手相是不错的，也就是说智慧线末端有向上分叉的，这样的人智商很高的，善于把握机会的，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才能，赚钱很多的，不仅是正财运很好的，其实他们的偏财运方面也会很好的，容易得到很多横财的，这样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，会让生活越来越幸福的，真的让人羡慕的。15. 手中有直觉线的人。生活中能发现有些人是手中有直觉线的，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很敏感的，有着很强的第六感的，经常都会想到好方法的，在生意方面是会更厉害的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能赚到很多钱财的，生活会无忧无虑的，不仅是正财运好，横财运也会很好的，经常都会得到意外之财的。
但自己也要懂得收手的，不然会让你后悔的。如果你符合其中一种，先不说有没有横财，一生之中的财运一定颇为理想，财富的积聚与到来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多，并且容易有一些偏财或意外之财。当然，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，也不主张不劳而获。该努力的时候，你还是得好好努力去经历。不是总有那么一句话吗？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留着的，我比较认同。比如运气一时不济的时候，不妨多充实自己，多努力学习，因为一旦机会来了之后，你想再充实自己，再好好学习，已经很难，几乎没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。所以不要羡慕运气好的人，其实有些时候的运气不好，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做点自己想做或感兴趣的事。虽然每个人活着都在创造劳动力，但有的人的劳动力就是赚不了几个钱。倒不是说他们慵懒，而且命里没有什么财运，就算再拼命，也还是有些穷困潦倒。也有些人光有赚钱手，却没有存钱斗，一生财来财去留不住，到最后也是两袖清风。那从手相学角度分析，哪些手相特征的人一生穷困无福呢？一、手掌细瘦，没有弹性。有的人是穷一阵子，有的人则是穷一辈子。一个人如果手掌长得又细又瘦，肌肉又没有弹性，硬邦邦的，那这个人天生没有福气，赚不到钱，存不住钱。这种人一般都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父母关爱少，学业未完成就辍学外出打工，小小年纪就要赚钱养家，属于劳碌型的人，没有什么存款，好不容易存点钱，还会被家中的事情而花掉，最后又囊中羞涩，经常为金钱犯愁，是穷困之人的一种手相。二、无名指太短，手指修长代表运势好，相反手指短小，特别是无名指短，则代表运势坏。无名指代表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运势吉凶，也反映家境好坏。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很长，而且肤色红润，说明此人家境殷实。如果一个人无名指很短，说明此人早年运势不佳，家庭条件差，求财之路十分坎坷，财运不顺，一生注定穷困潦倒。三、手指有缝隙。手指有缝隙，漏财严重，是一辈子受穷的手相之一。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自尊心很强，个性倔强，宁可自己吃苦，也放不下面子去求人，是清高自傲的人。较之面子而言，金钱和物质并不是很看重。如果遇到让自己不满意或者认为不公平的事情，他不会轻易去妥协，不会委曲求全。所以这种性格犟、不懂变通的性格，对事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。两袖清风，发不了大财，是属于穷人之手相。四、手有漏财纹。所谓的漏财纹，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。长有漏财纹，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。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差，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，有钱就花，没有钱就借，整天想的不是怎么挣钱，而是怎样去花钱，而且花钱如流水，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没有钱存。五、手指修长。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，很有才华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，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。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，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，金钱并不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。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发现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，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。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。六、食指向外歪斜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，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，
做事踏实诚恳，守财能力超强，一生无忧。若是食指长得向外歪斜的话，此为漏财之兆。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，那给食指是一样的，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。这种人破财较多，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。7. 锁链状出现在掌纹上。锁链纹不管出现在何种纹路上，都是不好的寓意。锁链纹越大，意味着负面意义更加严重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感情线上，则意味着复杂的感情、悲伤的生活和不幸的命运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生命线上，往往代表着个人健康的一大问题，这个人也容易遭遇灾难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智慧线上，就意味着这个人做事迟疑、懦弱，难以取得巨大的成功，最终也容易失去财富。8. 智慧线断开。智慧线属于手上的3条主线之一，若是智慧线从中间的位置明显断开，则这样的人思维比较混乱，做事也没啥主见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浑浑噩噩，造成事业上一事无成。而且这样的人人缘也会处理得非常的差，不懂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，造成事业发展不顺利，甚至还会给自己的事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，钱财运势也难以兴旺。9. 事业线断开。事业线是指从手掌根部的位置向上延伸的纹路，直接通向中指的位置。若是事业线明显的中断，或是事业线的位置有杂纹或者是乱纹，则注定这样的人工作收入也会非常的不稳定，事业方面也会拥有不少的变化，在事业上很难会有好的发展，日后自然也不会有啥前途，极其容易遭到小人的陷害或者是捣乱，导致事业失败，很难能够走到头。10. 生命线弯曲。生命线也是人手掌中的3大主线之一，它不仅代表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、健康状态、有无病难以及突发状况，同时也能够预测一个人的事业运势和感情生活。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长得过于弯曲，则说明他们的运势发展会非常的不稳定，自己的前途发展也不会是特别的好，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身体也会有劳疾，常常会造成事业有头无尾，不会有啥前途。11. 烦恼线。所谓的烦恼线就是长在大鱼际的位置的细纹与乱纹，若是此纹长得过短，没有超过生命线，则这样的人注定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辛苦，需要为生计发愁，家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比较多，一日3餐都没有保证。若是此处长得过于长而穿过生命线的位置，则说明他们的事业上遇到的苦难与挫折比较多，常常容易出现各种困难，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12. 理财纹很浅。手相中的理财纹与财运息息相关，理财纹清晰的人理财能力很强，懂得积累财富，懂得怎么让钱生钱，而且理财纹很浅或者是没有理财纹的人，则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也是穷人手相的标志之一。13. 财运线弯曲。如果说理财纹间接影响着财运，那么财运线就可能直接影响财运了。想知道自己是贫穷还是富有，财运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若财运线深长清晰，那么恭喜你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，但如果你的财运线弯曲很浅，那么你这一生都只能是个穷人哦。14. 小人纹纵横。食指根部位置代表物质和财富，食指根部有向上的斜线叫做小人纹，往往代表个人财运受阻，容易遭遇挫折。如果有很多小人纹，那就意味着被小人缠住了，个人财富也随之流失。15. 食指过短或者过长。食指较短的人没有上进心，缺乏责任感，平常的生活得过且过，难有雄心壮志。而食指过长的人好胜心太强，能赚钱，但是喜欢摆出财大气粗的样子，留不住金钱。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事业的发展，而且命中难聚财。
如果是会具有以上这些手相特征的话，那么这个人一生都会过得比较的艰难。因此，想要过上好的生活，就必须付出勤奋和努力，用心培养良好的生活技能，再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，假以时日，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。一个人的手掌与自己的财运有关，因为承载着一个人一生的好运和厄运。有些人手相好，生来就富有，而有些不同，即使是在奋斗一生也无济于事。也有些人在早期运势差，但中年后财运大翻身，事业有成，名利双收。一财库大，如果三秋都饱满，命中多财库，而且财库非常饱满，这个人是十足的财迷，但他们爱钱，但并不贪婪。这种人不吝啬于与他人分享财富，许多人喜欢和他们做朋友，朋友多了比别人有更多赚钱的机会，总是尽快得到机遇，然后赚很多钱。水星丘饱满的女性也非常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。水星丘是指我们小指下的一小块区域，如果水星丘中心是饱满，这也表明这个人总是一个很受男人欢迎的女人。本来水就足以代表桃花、情感和缘分，所以桃花也叫仙池。二、贵人运旺，三秋饱满的人之贵人运非常旺盛，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会得到帮助，渡过难关，这将导致他们在金钱上的支持和鼓励。他们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，如果他们有好事情，不会独自享受，也会感谢和酬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，因此也会一步一步的有好运，这使他们贵不可言。三、偏财运旺，三秋饱满的偏财运非常旺盛，这种人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，不管他们是投资还是理财，都会得到很多回报。他们的智商很高，如果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的，因此这种人将利用一切工具为自己创造无尽的财富。四、钱能生钱，手相三秋饱满的人贸易脑筋非常的强，他们很善于开掘商机，在事业上经常是他人的领头人。这种人不屑于那些蝇头小利，要赚就要赚大的，老是会找个各类机会赚更多的钱。他们善于理财投资，老是可以钱能生钱，把钱越赚越多，富甲一方只是时间问题。对于拥有饱满金星丘的女性来说，异性缘往往很激烈。拇指升起的小地方在手相学上叫金星丘，隆起中央的金星丘呈现出凸起、隆起，这表明这样的女性总是很受欢迎，因为她在生活和任务中很容易得到男人的爱和保护，因为金星丘代表着热情和魅力。第二，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，女人手握川字和凤眼，注定一生财旺富运旺。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，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，比如说在面相上，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，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，肯定一眼就能看出。再比如说，他们可能还拥有富贵手相，哪怕颓废懒散，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。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一下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。一、女人富贵手相。一、财运线身，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，如果财运线伸直有力，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，她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，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，都是极为可观的。而且她们非常善于做投资，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，最终必然能够赚得盆满钵溢。二、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，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，主财富。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，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，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，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，非常有钱。三、手掌财库多，
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。女人手掌财库多，说明她们非富即贵，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，即便自己不努力，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，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，小日子特别滋润，令人羡慕。4. 手掌厚实，掌心柔软。如果女性手掌厚实，掌心柔软，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，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，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。她们很聪明，贵人缘相当不错，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，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。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，知道该如何钱生钱，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。5. 指甲圆又红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，整个人气血充足，精力非常的旺盛，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。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而且善于打理钱财，善于经营，又不会胡乱花钱，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，一生财运亨通。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，全家人都能收益，大吉大利。6. 掌厚指无缝。在相学中，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，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。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，看上去无缝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，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，待人也比较的诚恳，身边的贵人较多，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，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，很有做生意的头脑，容易发大财，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，不会出现大起大落，必定能够福禄双全。7. 左右双断掌。一般来说，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，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。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，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。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这类女人性格坚毅，做事坚持，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，不仅不会克夫，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，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，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，能够招财进宝，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，富得流油。8. 掌心凹陷。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，财运好，能得祖辈帮衬。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较富裕，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，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，得到众人的喜爱。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，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，有家庭做后盾，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。只要自己努力认真，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，加上祖辈的恩惠，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。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，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，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，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，受万人恩宠，此乃多福之人。9. 手掌厚实。手掌厚实的人，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，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。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好，她们有事业心，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。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，为人处事圆滑，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。如果家庭富裕的，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，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。如果是家世一般的，也能很快发家致富，就算是白手起家，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。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，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，比较物质，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，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。10. 手指圆润。手指圆润的女人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，
在手相学里面，确实手指圆润的女性大多福气都很好，而且家大业大。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，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，就连同性有时候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。这样的女人未来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。同时，她们勤奋简朴，懂得体谅别人，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，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。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，天塌下来都不会怕，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。此外，她们祖先比较有钱，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，就算结婚也能得到娘家的帮助，非常幸运。第三，女人手上有哪些纹命好？一、食指上有3约纹，食指的关节处有一道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指节纹有3条，则叫做3约纹。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，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豪门，婚后生活富足无忧，有个会赚钱的老公，她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，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。二、手掌钱财纹多。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，也称为理财纹。如果女性手掌钱财纹多，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广，工资收入非常稳定，丈夫每个月也会上交工资，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，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。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，金额绝对十分可观。手相在风水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，通过手相算命，你不仅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，还能够从手相看出这个人的运势。那么，什么样的手相会长寿？长寿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？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。一、生命线清晰深长的手相长寿。人们手中的生命线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是生命线清晰深长的人，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，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，不用担心太多的。其实，生命线清晰深长的人是生命力顽强的，体格方面都是很强健的，不容易生病的，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很好的，能做到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的，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跟他人有争吵的，寿命真的很长的，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。二、手掌丰满红润的手相长寿。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，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，常常呈现干瘪状。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，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，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。相反，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，晚年还会病痛缠身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三、手指纤细的手相长寿。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，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，福泽更是深厚。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因为天生拥有着这一双纤细的手，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。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，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，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。四、掌心有痣的手相长寿。痣并不是越多越好，痣也分好坏，若是掌心有痣，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。掌心有痣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，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，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。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。五、生命线无分支的手相长寿。手相能看出寿命，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，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，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自己身体，基本从不会生病的他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，
没有体验过被病痛折磨的他们，更会以积极运动的方式，想要把这种健康保持下去，寿命自然也就会长上一些，也算是很好的寿命长的手相之一。6. 手掌很厚实很饱满的手相长寿。在手相算命中，手掌厚实的人不仅财运好，他的健康也是很好的。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，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、很薄、很僵硬，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，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，财运很差，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，健康运势不佳。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。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、很厚实，手相非常的有肉，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，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，身体健康。通常来说，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，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。7.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的手相长寿。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，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水，在爱情方面也是顺风顺水。在顺利的人生里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什么灾难，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，所以他们定能福寿双全。8. 拥有断掌纹的手相长寿。这样手相的人，他们可能会在今后的感情生活当中出现很多矛盾，因为在民间对断掌纹的婚姻状况描述的都不是非常的好。但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，拥有断掌纹的人，他们的事业发展是会非常好的，前景非常的不错，能够吃苦耐劳，意志力坚强，平时也会注重身体机能的锻炼，所以经济条件好，身体状况也不错，也可以有足够的条件去保养身体。但是有断掌手相的人，确实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婚姻感情方面的问题，这大多是跟你的性格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。因为你对待感情固执，做事优柔寡断，不懂得变通，所以跟自己的爱人相处起来会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和困难，所以要学会多交流、多沟通，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。9. 贵人线交叉的手相长寿。当贵人线呈交叉状，而且手掌的纹线深且清楚时，那么说明这个人的运势相当的不错，尤其是在事业方面，可得功名利禄，能够白手起家。当然了，还有更好的一点，那就是这种手相的人寿命亦较长，他们很懂得保养自己，哪怕人生会经历比较多的事情，但是他们的心态一直都很好，而且很经常都能够收获到惊喜，所以他们的健康状态就很不错，能够活很长久。10. 财运线没有断裂的手相长寿。一般来说，看人们手中的财运线是能知道这个人的财运好不好的，其实与人们的健康运势也有很大的关系的，与人们对寿命是有关系的。如果是财运线没有断裂的人，他们的财运真的很好的，身体方面也会很不错的，消化方面也会很好的，平时的生活中能做到乐观积极的，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能想到办法解决的，让自己赚钱有很多的，使得他们的生活是不用烦恼钱财的，对于健康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，就是象征着长寿的。11. 2条生命线的手相长寿。从生理方面看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不管是体力还是精力，都是相当的充沛的，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及免疫力超佳，即使罹患了重病，也多能奇迹式的复原。所以平日里无需太过于担心，只要开开心心的做好自己就行了。就心理方面言，这种人的耐力及意志力都很强，是个不服输的人，
因为懂得付出，所以婚姻上能够遇到一个可以相伴一生的人。有了对方的照顾，他们也就能够更加的长寿了。12.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的手相长寿。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、深厚、红润的，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，气势磅礴。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，逐渐流向掌底，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，不易患病。能长寿的手相特征：常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，又称第二生命线，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，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，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，是健康长寿的体格。此外，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，没有坎坷，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，可以长命百岁，一辈子好运。13. 有富贵纹的手相长寿。大拇指头上有富贵纹，整体来说运势比较好，呈上升趋势。天赋方面趋向于艺术以及心理学，事业上的成绩很大，待人和善，追求平淡的生活，不会计较名利及金钱，同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好，事业上小有成就。此手相适合创业，创业的话会一帆风顺。如果再加上手色看起来白里透红，且寿星正，则有着长寿的明证，一辈子好运。一个人活得久，不仅仅是因为有长寿的手相特征，还在于个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习惯。有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例如早睡早起，经常锻体，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自然是可以长命百岁。拥有玉颈纹的人被视为命相中的佼佼者，这一特殊的手相纹路象征着卓越的天赋和强大的运势。以下是对于拥有玉颈纹之人的更详细解读。一、大井字形状。与一般的井字纹不同，玉颈纹形状更大，由双式叶线、太阳线、财运线构成，这象征着不同寻常的运势，是事业有成、财运亨通的标志。2、双式叶线。玉颈纹中双式叶线的出现表示事业运势强劲，事业发展有望双线上升，表现出卓越的职业能力和领导潜质。3、太阳线。太阳线的存在代表成功线，表明这个人在事业上具备强大的成功预兆，工作后有望获得显著的成就，一步步攀升至事业巅峰。4、财运线。财运线的存在预示着财运亨通，有着丰厚的财富积累，这不仅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还包含了财富的累积。5、事业运势强大。手相上有玉颈纹的人事业运势非常强大，步步高升，这不是池中之物，而是注定要飞黄腾达，成就非凡。6、百年难得一遇。有玉颈纹的人被视为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，在学习时期就展现出惊人的才华，而成年后事业运势强劲，事业成功指日可待。7、富贵之人。手相上有玉颈纹的人不仅是天之骄子，更是富贵之人，工作后有望扶摇直上，取得卓越的事业成就。总体而言，玉颈纹是一种罕见而强大的手相纹路，象征着成功、财富和卓越的天赋。当然，除了玉颈纹在手相中，还是有着很多象征发大财的手相，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看吧。1、金花纹。拥有金花印纹的手相被视为极为吉利的瑞相，象征着未来的富贵荣华。以下是对于金花印纹的更详细解读。1、金花印纹的形状。金花印纹是指手掌中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，这象征着金花印在掌中独具特色。重要的是，这2个米字纹应当是平行而立的，一左一右，不可斜斜相对。2、金花印纹的寓意。金花印纹被赋予了富贵吉祥的寓意，有一句诗歌直接表达了其吉祥含义，指出拥有金花印纹的人生活中富贵无忧。男子将登上官场成为贵人，
而女子则有机会嫁入显赫的门第，过上优渥的生活。3、男性的寓意。若金花印纹出现在男性的手相中，这被解读为他将来会在事业上取得辉煌的成就，登上龙门，身价百倍，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，这是一种富贵命格的象征。4、女性的寓意。若金花印纹出现在女性的手相中，预示她将嫁入显赫的门第，飞黄腾达，犹如凤凰涅槃，这是对女性未来幸福生活的吉祥预兆。5、富贵荣华。金花印纹代表富贵荣华，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手相纹路，拥有此纹的人往往会在事业和家庭中都取得显著的成就。2、宝晕纹。宝晕纹是手相学中一种具有吉祥寓意的纹路，以下是对宝晕纹更为详细的解读。1、宝晕纹的形状。宝晕纹是指手掌中有一个螺旋纹状的纹路，形如一圈又一圈，呈现波浪状，其形状可以表现为环形，也有可能呈现铜钱形状。2、宝晕纹的寓意。拥有宝晕纹的人通常被认为是财富命格命中主财富。手掌中这种螺旋状的纹路被视为宝藏的象征，暗示个体能够紧握大财富，一生不必为钱财担心。3、环形宝晕纹的解读。如果宝晕纹呈现环形，这被解读为此人有可能成为富贵之人，封侯拜相，取得显赫的社会地位，这是一种财运和事业成功的预兆。4、铜钱形状宝晕纹的解读。若宝晕纹呈现铜钱形状，这被解读为家中会充满食物和财富，这象征着家庭富足，不仅物质生活丰裕，还能积累财富。5、中晚年的富裕。宝晕纹的存在，特别是在中晚年时，被认为更容易带来发家致富，这意味着个体不仅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而且在晚年生活中也不会为经济问题而忧虑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手相学是一种占卜艺术，其解释存在主观性和文化差异，不能完全依赖手相来预测个体的命运。实际的生活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，包括个人努力、智慧、环境等。3、感情线末端有分叉。感情线的末端常有分叉，直接到达食指的下方。这种手相特征通常被解读为对感情专一忠诚，并且在婚姻生活中能够取得幸福和成功。以下是对这种手相的进一步解读。1、感情专一。分叉的感情线意味着个体在感情方面表现出专一和忠诚的特质，这种手相暗示着这个人对于婚姻有着坚定的承诺，能够从一而终，不轻言放弃。2、发家，容易依靠另一半。当感情线直接到达食指的下方时，这被解读为个体在事业和财富上可能受益于另一半，夫妻之间能够相互扶持，共同创造财富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。3、婚姻生活幸福美满。分叉的感情线通向食指的下方，预示着婚姻生活幸福美满，夫妻之间感情深厚，能够携手共度风雨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共同追求事业的成功。4、事业能够做大做强。这种手相特征还暗示着个体在事业上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，夫妻双方合作默契，共同经历风雨，使得事业能够稳健发展，做大做强。5、不用为生活发愁担心。由于婚姻生活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功，个体不太需要为日后的生活发愁和担心，在感情和事业的双重支持下，生活将更加安定和富足。4、拇指与无名指有簸箕。拇指与无名指位置处长有簸箕纹的手相特征，通常被解读为具有较高的智商和聪明才智，而且这种聪明表现为踏实的工作，创造更多价值。以下是对这一手相特征的扩写。1、天资聪明。拇指与无名指位置的簸箕纹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纹路，被认为是天资聪明的象征。这种手相预示个体在认知和学习方面有一定的天赋，更容易理解复杂的问题。2、踏实工作。虽然具备聪明才智，
但簸箕纹也暗示着个体是一个踏实务实的人，他们懂得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，不急功近利，更注重长期的积累和努力。3. 运势，这种手相表明个体在事业发展中懂得如何开拓运势，他们不仅具备理论知识，还能将知识应用于实践，善于创造机会，通过不断努力开创更多的可能性。4. 贵人提拔，拥有簸箕纹的人通常会得到贵人的提拔和帮助，由于他们的踏实工作和对事业的开拓态度，更容易赢得他人的认可和支持，有机会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。5. 事业成功，这种手相特征暗示个体在事业上更容易取得成功，他们的聪明才智、踏实工作和开拓运势的特质共同促使他们在事业道路上走得更远，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。5. 多条钱财纹，拥有钱财纹的人通常被认为在财运方面有着相对较好的运势。以下是对这种手相特征的更详细解读。1. 财运兴旺，钱财纹位于小指与无名指根部的位置，且是多条竖纹，表示个体的财运兴旺。这种手相预示着个体在经济方面可能会获得成功和富裕，财富通常会持续地流入个体的生活。2. 偏财运势强，钱财纹的存在暗示个体容易获得偏财，这可能表现为意外之财、投资理财的成功，或者其他不寻常的财富来源。个体可能会在生活中经历一些突如其来的财富机遇。3. 投资理财好运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在投资理财方面可能更具有敏锐的直觉和好运气，他们可能够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，获得可观的回报。4. 容易聚财招财，钱财纹的存在暗示个体具有聚财招财的本领，这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吸引财富，不仅能够保持财务稳定，还可能在事业中不断积累财富。5. 有望成为有钱人，这种手相特征给予了个体成为有钱人的潜力，他们可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拥有较高的收入，并且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。6. 天生福气运势兴旺，这种手相暗示个体的运势兴旺，天生带有一定的福气，无论在事业还是财富积累方面，个体都可能经历相对顺利的发展。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同样也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。男人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给自己爱的人过上好的生活，但我们清楚，现实是残酷的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这个目标。有些人的财运好，与别人付出同样的努力，却能够获得很可观的回报。那么从手相来看，哪些男人的手相属于富贵手相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中指比较长，中指比较长的人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，他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，要出人头地。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，做事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，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。2. 手指并齐没有缝，除了大拇指以外，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齐，如果中间没有缝隙，连个芝麻也掉不出来。这样的人有较强的存钱能力，不管男女，他们都特别的擅长理财，也不会盲目的开支和花销，生活中精打细算，这类人容易大富大贵。3. 手掌厚实且有弹性，如果一个男人的手掌厚实并且具有弹性，那么就说明他的财运比较好，同时他们又比较聪明，积极努力求上进的男人财运较好，做任何事情都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，因此无论成就大与小，他们都是有成就的。所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通常都是大富大贵型的，做生意很容易成功，所以一生都不会愁吃穿，自己有赚钱的本能，同时在求财方面比较容易，因此这辈子都不会缺钱花。4. 掌红如血色，手掌颜色鲜红如血的人一般财运好，一生荣华富贵。不过要注意，只有整体掌色鲜红如血的人才是命好之人，如果只是部分掌色如何，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抱恙。如果你掌红如血色，但是命却不好，不要太过忧心，可能是时机未到。
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，增加财气。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，水到渠成，财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。5. 掌中有黑痣。掌中有黑痣的人一般理财能力强，即使年轻时因为家境不好会受很多苦，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，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事业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多贵人相助，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，并且获得上司的赏识，升职加薪，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。6. 手指如竹笋。手指头挺直，有肉不露骨，好似竹笋，整体修长，指节有肉而圆润的人一般财运好。这种手相的人可能是出身名门，从小富贵双全，长大之后能够得到长辈的庇护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，一生富贵双全。7. 断掌。断掌手相不多见，每100人不及10人，其中西方少见，东方人略多。让你通常思维敏捷又大胆果断，这正是赚偏财需要的心理素质，因此赚取横财的机会比一般人要大得多，大富大贵的可能性也比别人大。8. 事业线出色。事业线是手相中的3大主线之一，与一个人的财富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事业线连贯，没有断线为佳，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，他们的事业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。除此之外，若事业线由多条线纹组合在一起，则代表此人事业类型较多，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，在事业上会有不俗的发展，从而带动自己的财运。9. 川字形手相。这种手相是因为手掌中3大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现象。拥有川字形手相的男人，他们的事业心很重，而且悟性还非常的高。这样的男人，他们在事业上比一般人容易获得成功。我们要知道，事业与财运是成正比的，事业得到上升，他们的财运自然也会好起来。此时可以利用双雄催财、吊坠巩固个人财运，好的财运也能够进一步带动事业的发展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10. 手中钱财纹多。钱财纹位于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，有一些细细长短不齐的斜线，以纹路多且深为最佳。这种手相的人，他们的财运比较旺，一生不用为了缺钱发愁。如果是钱财纹深长，再搭配有财库的情况，说明此人存大财，不仅赚钱能力强，更注重的是守得住财。总而言之，男人手中钱财纹多，经过不断的努力，容易成为有钱人。11. 太阳丘隆起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财富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，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能力，工作中奖金多，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，并且能够存得住钱，一定不为钱财所累。男的财运好，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2. 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星星。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星星，这两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星的你，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心想事成。太阳丘的星星若是连接了婚姻线，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，飞上枝头做凤凰。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成了太阳线，将可能因为创作或者艺术才华而名声大噪。如果星星单独出现在这两丘，也将掌握到意想不到的幸运。比如你可能会投机运很强，炒股票赚到一大笔钱，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，你能否把握得住，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。13. 财运线伸直。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，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的伸直有力，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，代表着财运好，大富大贵。14. 智慧线分叉向上。智慧线分叉向上的你，善于理论性的思考，对于成功率很低的竞赛基本上绝不参与，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，懂得将钱的效用做到最有效的发挥，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，你常常不知不觉就赚到了钱，是赚钱能手的类型。这是财运相当不错的相，不止在本行，连在投机事业，譬如不动产和彩券上都可以捞一笔。不过你在金钱上的使用比较的节俭，
容易被认为是小气或者铁公鸡，易财而非为财所役，反倒是可以送你的一句话。15. M 字形手相，事业线由手腕处起而直上，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，形成一个斜的 M 字母的手相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往往不到40岁就已经功成名就、名利双收了，所以是最具有大富翁潜力的掌纹。因此，若是有这种手相，但却认为还不算成功的人，表示不够努力或者方向错误。所以，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方向，那么跃升成为大富翁的潜力无穷哦。16. 水星丘隆起，水星丘位于小指下方，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。因此，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，而且金钱运也相当的好。此外，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，应变能力也很强，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。17. 太阳线漂亮且有支线往小指方向延伸。太阳线是朝无名指下方延伸的掌线，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人缘、名誉以及成功。所以太阳线漂亮表示人缘佳，做事容易成功。而往小指方向延伸的支线为财运线，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贵人多，理财能力强，有商业头脑，所以变身成为大富翁的几率非常的高。18. 手中多财库，手中的线互相交错，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，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这些形状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，他们在钱财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，容易大富大贵。以上这18种富贵手相的男人，今生是不用为钱财担忧的。我们手掌中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纹路，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纹路中呢，除了生命线、智慧线、感情线、事业线和婚姻线外呢，还有一些特殊的纹路能够预示一个人的命运吉凶，比如说呀，三角纹、星纹等等。但是这些纹路的位置不同，所代表的命运含义呢也不相同。有的人不清楚，认为只要手上出现三角纹或者星纹就一定会好命。其实这种认知呢是错误的。若这两种纹路出现在不吉利的位置，很有可能为我们招来厄运。为了大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其中含义呢，小酱汁老师今天特意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两种纹路的吉凶含义，大家可以参考了解一下。首先呢，先为大家分享一下三角纹。什么是三角纹？三角纹呢，也是人们手掌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杂纹。当三角纹的形状较正，而且比较清晰时，大都属于吉利的象征。手掌不同位置有三角纹，命运如何？手掌纹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其人气质出众，有才干，做事严谨，有很好的毅力，抗压性强，通常能够事业有成，不会被埋没。三角纹位于中指下方，代表其人中年以后来事业有成，理想抱负得以实现。三角纹位于无名指下方，代表其人多才多艺，学习能力强，气质超群，才艺出众，此生能有一番作为。三角纹位于小指下方，是事业成功、获得钱财的迹象，其人聪颖过人，有经营管理的才干，可以往商业发展，必定可以有所成就。三角纹位于掌心，假如手掌心处出现形状正而且大的三角纹，是大吉大利的手相，预示其人不仅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财运也很旺盛，而且会声名远播，很有可能会成为领导级的人物。此外呀，有此手相者不论男女都能够找到一位条件不错的配偶。不过三角纹唯独不宜出现在坎宫，会受到刑克而孤寡。三角纹位于婚姻或者感情线上，如果三角形出现在婚姻或者感情线上，代表其人会因为婚姻或者感情而获得好的财运或者财产。三角纹位于智慧线上，会增强人的智慧，帮助其人在学术理论方面有所建树，而且其人具有很好的辩才。三角纹位于生命线上，这种情况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三角纹压在生命线上，表示其人生命力比一般人强，而且为人处事圆滑，有贵人相助，极受老板和同事欣赏。
当官、从商或者自己创业都会有不错的发展，而且事业成就很大，是享福之人。如果尾端出现三角纹呢，表示到了晚年颇受人敬佩。另一种情况呀，就是三角纹紧贴着生命线旁边，表示其人内脏部分有隐疾，如心脏、肝脏、胃等脏器出现问题，应该提高警觉，及早防御。假如出现不适呀，要尽快出医院检查。9. 三角纹位于手腕上，手腕线上出现三角纹也是一种吉利的象征。如果在手腕线中间出现三角纹，表示此人具有天赋吉运，有很好的偏财运，有可能会继承祖辈遗产，或者成为某个部门的领导，居显要之职。假如手腕线上有其他的线所围成的正三角形，并非三角纹，也预示着其人头脑聪明，在某方面具备特殊的能力，并因此获得巨大财富。说了这么多三角纹的内容，大家是不是都听乏味了？接下来啊，小酱汁老师给大家换一道菜，为大家讲解一下星纹。什么是星纹？所谓的星纹啊，就是手掌上3条或者3条以上的短线交叉而成的纹路，看起来像个星星，所以叫做星纹。2. 手上不同位置有星纹的命运如何？星纹的吉凶根据其出现在手掌上的部位而有所不同，有的吉，有的凶，但大多都是寓意吉祥的。一起来看看，星纹在手掌中不同部位出现时有什么预示？1. 星纹出现在食指根部，木星丘。星纹位于食指下方，是一个最吉利的部位，预示其人聪明灵敏，理解力佳，能举一反三，有领导和管理天分。经过努力成功与金钱会一起到来，还会获得很高的名望，婚姻生活呀也很顺遂。星纹越大，代表吉祥度也就越高。2. 星纹出现在中指根部，土星丘。土星丘通常是事业的终点，当出现星纹时呢，预示其人在事业上有吉星高照，会取得较高成就。假如星纹出现在事业线的顶端，看上去就好像是事业线上分出的支线，则代表其人会在多方面获得大成。当然，在土星丘上出现星纹的话，也代表其人比较自我，不太会为人处事，身边知心的朋友不多，晚年比较容易孤独。3. 星纹出现在无名指根部，太阳丘。太阳丘上出现星纹的话，是才华卓越的表现，代表其人有特殊的天赋，而且常遇意外之机会，从而赚取大量财富。假如太阳丘处的星纹与婚姻线有连结的话，表示其人可因婚姻而发达。如果太阳丘处的星纹与太阳线而有连接的话，则表示其人可能会因为创作和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，赚取财富。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有时会消失，你能否把握得住，要看事前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得如何。4. 星纹出现在小指根部，水星丘。水星丘掌管财运，假如此处出现星纹的话，通常表示其人思路清晰，条理分明，逻辑观念强，口齿清晰，口才佳，有不错的财运，桃花也比较旺。5. 星纹出现在掌心，掌心处出现星纹时是不祥的征兆，预示其人运途不顺，任性鲁莽，容易因冲动而导致失败。如果能够知错能改，尚有补救之道。6. 星纹出现在太阳线上，星纹出现在太阳线两端时，表示其人会有特殊的好运，可能会有意外之财，并且这笔意外之财能够带来幸福。星纹位于太阳线中间位置的人运势极佳，经常能够得到贵人相助，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呢，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名望。如果配合不错的事业线的话，还有可能成为享有盛誉的社会名流或者成功人士。7. 星纹出现在感情线上，感情线上出现星纹意味着突发的疾病或者事故或者意外伤害等情况，同时还表示其人会因为那样的因素而与配偶和恋人分离。8. 星纹出现在智慧线上，假如星纹出现在智慧线上，是一种凶兆，预示其人可能会出现伤害、疾病或者事业不顺等麻烦，尤其要注意避开头部伤害或者疾病，有时呢也会因为出现偏头痛或者头痛的症状。假如星纹出现在智慧线附近，则表示其人头脑聪明灵活，有智慧，思维反应快，应变能力强。9. 星纹出现在事业线上，
事业线上出现新闻，表示其人命运有变化，甚至会发生灾祸，遭遇不测，或者幼年时父母不幸。假如新闻出现在事业线附近的话，则表示其人事业有成，擅长管理和有领导的才能。10. 新闻出现在生命线上，生命线上出现的新闻预示其人身体要出现状况，应该多加注意，及时防御。假如生命线中断且中断处出现新闻，预示其人将突发重病，一定要特别小心。11. 新闻出现在太阴丘，太阴丘也叫月丘，位于手掌的左下方。上出现的新闻称为华盖纹，它代表才华与天赋，其人悟性很高，极聪慧，具有极高的文艺或者技术天赋，什么东西都是一学就会，而且有较高的水平和造诣，会在某些领域独领风骚，或者会掌握一门或者几门专业技艺。一些文艺、学术或者技术界的人士多具此文。一个人的命运好坏与手掌上的纹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不同的纹路也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。如果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好不好，那就赶快结合小酱汁今天所讲的内容，看看自己手上有没有这些纹路特征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